看着眼前是一片什么样的景象？有谁能把草莓种成这个样子啊？那有人就要说了，你把草莓都种成这样了，你还有脸发视频？那了解的朋友呢，就知道这是我们去年12月份离开我们高山农场的时候，留在这室外的这些过冬的草莓。看到这些枯黄的叶子啊，看到这些枯黄的叶子也不要紧，从叶心部位一个个都长出来了新的叶芽。这是经历了将近4个月的低温，特别是在1、2月份最低温达到零下18度左右的高山农场，能看到这些草莓经历过一些磨难，但是经过气温回升，它们又重新的长出来了新的叶子。看到现在这样的枯叶是有一共2种原因，一个是因为到冬天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院子的水全部给冻住了，没有水，它是干燥了。时不时的我会让工人来浇一次水。这个黄叶呢，一个是因为长期的干旱干枯了，另外呢就是室外的温度零下18度到20度，把这些地上部分的叶片全部冻伤冻坏了。这就是地上部分的表现，而地下部分呢，根系可能受损受冻，但是没有完全的冻死。那现在又长出来了，这个樱树都被冻成那样了。这个部位没有叶片，但是从它的根部生出来了新的侧芽，这些是去年没来得及成熟的果子被冻成了这样。这是夏日微风玫瑰，能看到这个花瓣是红颜色的，然后这花枝全部都给冻死了。现在是清明节前4月3日，我们就趁着这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把这些叶片全部打掉。因为这些草莓盆栽呢，都是作为小白鼠来的，一个是经过了寒冷的冬天，还有咱们在下雨的时候把叶片给打掉。我们一直不建议大家在雨天或者湿度比较大的时候的阴天去打叶子，因为那个伤口愈合是比较慢的。但是这些作为我们来做实验的草莓呢，我们都一一的跟大家来去做尝试。我去做这样的尝试，我有更多的草莓苗来试，咱也不怕试错。这么小的石方啊，也是这么小的体量，就这一点的机制，在冬天完全都已经冻成瓷疙瘩的冰土冻土，但是它们新叶也依然长出来了，而且能从这儿看出来已经长出来了新根，之前的根估计冻的也差不多了。我们拖个盆看一下，看之前的根都已经冻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温度一旦上来，有湿润的环境，这地方的毛细根就长出来，很明显的毛细根边上带着绒绒的细微的更小的毛细根，它们就是吸收水分和营养的。所以这个草本的植物啊，春风吹又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在雨天把这个草莓苗都给修整一下，看看它经历了这样的雨水是否都能得病。这个就能看到，这是之前温度比较低，有些时候湿度比较大的时候产生的这个灰霉啊。我们统一的把这些老叶都给收集起来，再扔掉。那这些叶子呢，我们打的时候尽量扶着它的主干、主枝，省得把这些已经很弱的叶子再给它全部掰掉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一定是要用手来扶着这个主枝，省得把整个给它头给摘掉了。那这颗草莓就直接死翘翘了。这里面这是高湿的状态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灰霉和烂芯儿的状态啊。这个晒2天太阳应该就回来了。这能看到啊，这是去年天比较冷的时候我们扦插的苗，它现在确实还在苟活，这是新长出来的芽点。这一颗就烂的比较多，这颗就黄叶比较多啊。我们就向相反的斜方向把这个叶子都给它揪掉。这是小宠物啊，灰尘精灵，这么大这么长腿的蜘蛛啊，颜色还挺有意思。这也不知道吃什么，反正我们这儿很多很多。这一看就是夏日微风，不是玫瑰就是樱花。那这个枝条上能看出来有明显的白粉病，就弱成这样，
你看夏日微风为什么说它是开花机器呢？就热成这样，还有这么多的花芽分化出来，冷成零下那么多度，还是花芽分化，夏天还是花芽分化，所以你说它能不是四季草莓吗？这颗一看淘里淘气的就是桃熏啊，这个桃熏也是有花苞的，中间有灰霉的迹象啊，这也是灰霉。叶片这都是去年11、2月份我拍的那个照片，变成红叶的啊，现在还在植株上面。现在已经把它们给修整过了啊，这像不像在理发店剃头一样？这边是修整过的头，这边是剃掉的头发。然后再看看这个吧，这也是我们的树莓啊，也是去年种的一些树莓，这个枝已经被彻底冻坏了，干枝条。而这两条呢，从老枝上面已经长出来了新的叶片，这个老枝条上面分裂出来的，可能在这个月或下个月就要开花结果了。而这一根呢，还有这一根，这两根是从根底啮生出来的新的一棵树莓，这是2颗。再往这里面看啊，多少颗？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、7颗啊！这树莓每一年会发很多的新的啮生根啊和啮芽，所以我们把这些老叶片给它摘掉。去年没有施过肥啊，它就有点缺乏营养，今年给它补点肥。啊，这个一修整呢，就是一颗崭新的树莓了啊。而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芍药啊，芍药是每年地上部分它会全部枯萎，这是去年没有修整，其实应该也是修掉的。能看到这个地方，当当，这是芍药的花苞在这里，能看到花苞吧？在这儿。那这个也一样啊，这是我们把这个也咔了，这一个盆子里面，从去年的一个花头，现在出来了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这也就是一个2加仑的盆，我们给它种成这样的芍药啊。这棵长得快，这里面还有棵七方，你能想吗？七方的根因为扎在下面，没有缺水，也没有被冻死啊。七方呀，这样的小七方在这么低的温度一样的没冻死。把这芍药做一个修剪吧。那这个芍药它就发芽的早开花的芍药品种，虽然小，但是能看到啊，这个地方都是新出来的花苞啊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这么小一颗的2加仑盆里面。我们现在有1个枝条、2个枝条、3个枝条、4个枝条、5个枝条、6个枝条。这6个枝条上1个花苞、2个花苞、3个花苞、4个花苞。行了，这一颗2加仑的盆的芍药也值了。好了，今天在这里面修整成这个样子，就到这儿吧。今天到这里呢，我们把一过冬的草莓，还有树莓，还有这样的芍药，给大家做了一个展示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我是手艺人飞宇。